子，要不你跟我回家吧，我也挺有钱的，保管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，比跟着太子皇兄强多了。你不知道，他每天要忙的事情太多了，哪有时间顾得上你啊？不像我，可以陪你逛街，陪你到处玩耍，多好啊！这样不好吧？我又没救过你，去你家吃你的喝你的，别人会笑话我的。走，我带你去买东西去。二哥，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啊？三皇子直接拉着乔小四进了一间首饰铺。小四，你自己挑选吧，看中哪样选哪样，我送你。这个多少钱？120两。才这么点儿，小四，再多选几样。说完，又对乔小四眨了一下眼睛。他又拿起一串手链，依旧是金子的，很细。多选几样。够了，不选了。还愣着干啥？赶紧给银子呀！没眼力见儿的。呀，我怎么给忘了呢？今天我是一个人出来的。二哥，我忘了带银子，要不你借我点儿，回头我还你。好，三弟不用还我银子，就当是我给小四的见面礼。小四，再看看还有什么喜欢的，要是有看中的只管买。对，小四别客气，要是看中哪样就选，这可是我二哥给你的见面礼。这个不错，这个挺适合你的。二哥，你觉得呢？老子看着很像冤大头，随你们宰。三弟好眼光，的确不错。还愣着干啥？赶快包起来啊！多谢二皇子，二皇子真是个好人。你看看一共多少银子，拿着这个去我府上取银子就是。这副头面就是18800，加上金钗和手链，二皇子，给19000就好了。二皇子觉得自己亏大发了。小四，你看我二哥就是比我大方，当初我给你的见面礼才1万两，我二哥直接就翻了1倍，果然还是我二哥有魄力。有魄力2个字用在这里好像不合适吧？今天我就不陪你们了，还有些事情要处理，改日再请你们喝茶。说罢，不等二人做出反应，快步的离开了。二皇子是不是生气了？我还说将头面给他，毕竟无功不受禄，我与他才相识，就收他这么贵重的礼物，好像有些不好。得了吧，你就别跟我装了，谁不知道你是个小财迷啊？到手的东西还有还回去的。你呀，别以为我好说话就逮着我一只羊薅，瞧瞧我这一身的毛也不厚，再薅就秃了。不过我可以帮着你去薅其他羊的毛，保证让你薅个爽。这货怕不是个250，居然还帮着我薅其他兄长的羊毛。这个是你坑来的，那就给你吧。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，我就要这个金钗和手链就行了。哈哈哈，你要是真想感谢我，要不下次请我吃饭？好，就这么说定了，下次就我做东，你可不能和我争。放心，有人付银子，我怎么可能会争呢？我刚得了这么好的东西，肯定要回去高兴一下，哪还有心情逛街呀？要不明天我做东，所有的一切开销我来付。不过咱们先说好，我没什么银子，你可不能选太贵的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走，我先送你回去。三皇子这人吧，骨子里就是一个喜好玩乐的，又特别的嚣张。不过有一点好的就是，从来不会仗着自己的身份欺负人。楚大哥，你们楚家就只有你一个人了吗？怎么没看到其他人？他们都不在京城，我很少跟他们来往。怎么想起问这个了？是他们找你了？没有，他们没找过我，我只是突然想起，随便问一嘴而已。你家里都有些什么人？你爷奶还在不在？有没有大伯、小叔、姑姑之类的？堂兄弟、堂姐妹的有吧？小四，是不是觉得我没有家人不妥当，不愿意嫁给我？楚大哥，你想多了哈，我没有这么想，只是好奇罢了。你要是不愿意说，那我也就不问了。楚伯康跟他家里人不和睦吗？为什么不愿意提及？也是，如果不是这样，他又怎么会被皇上养在身边？我爹娘不在，我一直跟着祖父、祖母和大伯他们过日子，可是他们对我并不好，暗地里克扣我的吃穿用度不说，还任由堂哥们欺负，祖父祖母从来不管，就当不知道一样。为什么？
他们不是你的亲祖母亲祖父吗？因为他们不喜欢我娘，觉得我娘是公主，性子又比较刚烈，他们拿捏不住。还有，他们想要给我爹塞人，被我爹拒绝了，还在他们跟前说了一些很气愤的话，他们觉得很没面子，说这是我娘在暗中作梗，所以对我也就没有好脸色。有一次冬天，我被堂客们欺负，还推下了荷花池，差点死掉。他们不但不请大夫，还不许丫鬟照顾我，是一个年迈老婆看不过去，再加上我娘对他有救命之恩，他想办法把这事透露出去。我皇帝舅舅知道后大发雷霆，将他们全都赶出了京城，将我接到身边亲自养。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见过他们，也从来不会去打听他们的事，他们也没来找过我。他们真该死，连一个小孩都不放过，简直不是人。楚大哥，你记住，这样的人以后也别带到我眼前，我可不想跟这样的人来往。你要是非要，那我……不会的，我也讨厌他们，不会见他们的。算了，看在他这么可怜的份上，那他就对他好一点。楚大哥别伤心，没有楚家人你还有我，以后我的家人就是你的家人，放心，他们会像对我一样对待你，不会让你受委屈。楚伯康眼里带着笑，点头。乔小四看着穆锦峰愁眉不展的样子，忍不住问道：你干嘛这副愁样子？你父皇的毒不是已经解得七七八八了吗？唉，我愁的不是这个，可是直到如今还没有找到下毒之人。我真怕父皇好了之后，那个人再对他下手。毕竟我们在明，他在暗。这么久了，你们都还没有查出下毒之人？倒是有怀疑的对象，我没有确切的证据。倒也是，没有证据的事情又不敢乱来，就怕打草惊蛇，反而将人给惊走了。小四可有怀疑的对象啊？啥意思？你可别拉我下水，我只管给你父皇解毒，你们皇家内部的争斗我可不管，也管不了。再过2天我就要离开了，你别打什么坏主意。在你眼里，我就是那种说话不算话的人，你放心，绝不食言。如此甚好，我就怕你脑子一糊涂，做出什么对我不利的事情来。我和父皇怀疑是三弟做的。有证据？证据倒是没有，不过三弟这人做事一向嚣张霸道，而且他把他的心思摆得明明白白，不得不让人怀疑啊。他虽然嚣张霸道，不一定就喜欢那个位置。咬人的狗他不叫，不咬人的才汪汪叫个没完。这一句话犹如醍醐灌顶，把穆锦峰的脑子一下就灌清明了很多。翌日，乔小四刚起床就听到丫鬟来报，说是三皇子在外面已经等候多时了。小四，昨个说好了，今天全由你请客，所以我早早的就来了，就怕你变卦。走吧。两人又去了昨日吃饭的酒楼，刚一上楼就看到一个熟悉的人。哦，真是巧啊，咱们又见面了。我靠，难道这家伙是在派人跟踪我们？要不然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里？听说小四今天请客，不介意多活一个吧？果然，狗东西就是狗东西，太讨人厌了。当然不介意，昨天二皇子送了我那么多东西，今天请你吃顿饭是应该的。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小二依旧是昨天的小二。你们也知道我是个农家女，没什么银子，点菜的时候得计划着来，要不没银子付账多丢脸啊。小四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不用你付账，我来。可是说好了我请客的，怎么能让你付？你情况特殊，买其他的东西你请客，吃饭就我来行吧。乔小四对上三皇子笑意盈盈的眼神，点了点头。那好吧。真是个蠢东西，居然上赶着付银子，这是银子多了烧得慌吗？把你们这里的招牌菜统统来一份。狗东西是想报复他们。很快饭菜也上来了，就在这时，门口出现了一道身影。呀，是易小姐呀，真巧，你也来这里吃饭。来来来，难得遇到，跟我们一起吃吧。小四啊，你可能不认识易小姐吧？她是丞相之女，也是太子的未婚妻。易小姐，这位是乔姑娘，也就是太子带回来的女子。你不知道，太子对她可好了，要什么给什么。
看到那边的丫头没有？那是太子特意给他使唤的。我靠，这狗东西居然敢当着我的面挑拨离间，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。这个我早就知道了。你见过乔姑娘，难道你不生气？生什么气？难道你们男人三妻四妾不正常？太子殿下多几个女人，为皇家开枝散叶有什么不好的吗？易小姐果然大气，有未来皇后的风范。这顿饭无声无息地接近了尾声。易小姐，我有些话想单独跟你说说，走，咱们到外面谈说吧。你们俩慢慢吃，我们出去说会儿话。易宝珠也不扭捏，起身跟着出去了。二哥，先吃着，我去方便一下。二皇子戒备地起身，害怕三皇子跑了。再去上，范兄长，小四爱吃。三皇子下了楼，笑盈盈地朝着等在一旁的乔小四点头。我们先离开了，一会儿让我二哥付账。三皇子，这不妥吧？怎么不妥了？可是你刚才明明跟二皇子说是你请的客呀。对呀，有什么不妥吗？我请客，我二哥付银子，天经地义。你去找我二哥吧，要不然一会儿他走了，你这银子就没得要了。小二有些傻眼，眼珠子一转，赶忙去厨房点了一份熊掌进了包间。我三弟他们怎么还没来？你去看看。是这样子的，三皇子和乔姑娘他们已经离开了，走的时候说他请客，你付银子。二皇子差点没跳起来。易宝珠不解地看着乔小四和三皇子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我不会在意的。你不生气吗？生啥气？有啥好生的？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？我要离开了。啊？离开？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要回家了呀。你要回家？你不是要嫁给太子吗？回家了还怎么嫁？我姐姐要嫁人了，我得回去。我要在家里守着家里人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在这儿啊，让我好找啊。干什么？我不就是出来逛逛散散心吗？有必要这样大动干戈？你要出来逛，那也得跟家里说一声呀，害得我们到处找。天子脚下，我一个丞相府嫡女，难不成还有人绑架我？哎呀，我的小姐，我的姑奶奶，快回去吧，夫人都急得差点晕过去了。你再不回去，丞相大人也要出来找你了。易宝珠看了乔小四一眼，转头就走。小四，可不可以不走啊？如果是太子皇兄不让你留下来，那就到我那里去吧，我保证让你吃穿不愁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我总不能一直留在他府上吧。对了，我郑重的澄清一下，我和他只是朋友，不是外面传的那样。你不是太子妃，那太子皇兄怎么不出来澄清啊？他怎么能这样啊？难道不知道清誉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有多重要吗？怎么能任由在外面乱传？将来你要怎么嫁人啊？不行，他得去找太子皇兄，问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。穆劲风盯着三皇子，想到这2天查到的结果，说道：今夜子时到我这里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啊。穆劲风说完后就没有再理会他，转身进了太子府。你真的要离开了吗？我都出来这么久了，也是时候该离开了。可是我父皇的毒不是已经差不多了吗？到时候我再给些药服用就行了，然后就彻底好了。下毒之人我们已经查到了。查到了？是不是确定了？确定了，而且谁是幕后指使也都查到了，没有想到竟是老二。停，这是你们皇家密事，可不能对我一个外人讲，要不然传出去了还说是我说出去的，我可不背这个锅。我没有把你当外人。不是你把不把我当外人的事情，而是我的的确确是外人。你确定什么时候走了吗？我刚才让三弟跟我们一起进宫，你觉得如何呀？不如何，这事你决定就好，我没有任何异议。你觉得我三弟这个人怎么样？以我跟他这几回的相处来看，这人还不错，也不是那种斤斤计较、阴险狡猾的小人。相反，我倒是觉得这人可以相交。穆剑锋点头。很快子时到了，一行人进了皇宫，直接去了周国皇帝的寝殿。老三也来了呀，开始吧。
任由乔小四将水蛭放在上面。其实这水蛭哪有那么厉害，还不是乔小四用灵泉水的功效。三皇子见到乔小四的动作大惊，这下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他父皇这是中毒了，而乔小四是太子专门找来为他父皇解毒的。等到水蛭从周国皇帝手臂上掉落下来，他们才收拾好坐在一旁。劳烦公公带我下去吃点东西吧，今晚没吃饱，有些饿了。寝殿里就剩下父子三人。想知道什么，问你太子皇兄吧。三弟想要知道什么，问我就好。父皇累了，让他休息吧。三皇子对着周国皇帝行了个礼，跟着穆景风出了寝殿。想知道什么就问吧。我什么都想知道。父皇为什么会中毒？谁给他下的？还有小四，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他是什么来历？为什么又会解毒？他到底是谁？穆景风没有隐瞒，说了乔小四的身份来历，不过就隐藏了她是天圣国皇上的师妹，怀王未婚妻的事情。至于谁下的毒，他也没有说。有些事情还不易让更多人知道。真没想到，小四居然是天圣国的人，怪不得他的口音跟我们这里不一样，我还以为是他处在乡下的原因。皇兄，既然你跟小四是朋友，那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什么？谈到老三你有隐疾，想让他帮你看看。谁有隐疾了？你少乱说！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……小四有未婚夫。是谁？他的未婚夫是谁？是干啥的？小四是不是喜欢他？还是他是被迫的？他是心甘情愿，那个人的身份不简单呢，也不好惹。你要是为了他好，为了黎民百姓好，最好打消这个念头。我就是喜欢他，想留他下来，想娶她，这关黎民百姓什么事儿？皇兄，如果别为了一己之私不顾两国的百姓，他们是无辜的。皇兄想哪里去了？我只是想问问，我可不可以去天圣国做客？你去天圣国干嘛？找他？难道你还不自信啊？想近水楼台先得月？哼，我劝你啊，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。小四的心思不在你这里啊，还有也不在他这里。真不知道楚不康那老小子是走了什么狗屎运，居然会被乔小四看上，简直便宜死他了。二皇子有种预感乔小四会破坏自己的好事儿，为了以防万一，他便有了个想法，除掉他。周管家出门办事回来，正巧就见到了二皇子，他有些诧异，这二皇子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找乔姑娘的，不知可否叫她出来一下。二皇子找乔姑娘有什么事情啊？今天遇到三皇帝，见他一个人像是丢了魂一般，想着呀，他是不是跟乔姑娘闹了别扭，特意来问问，顺便呢做个和事佬。二皇子可能误会了，乔姑娘昨天晚上就已经离开了，不会跟三皇子闹别扭的。离开了？去哪儿了？当然是回家了呀。她不是要嫁给太子吗？回去了还怎么嫁？二皇子，乔姑娘是有未婚夫的，我们太子只是把她当做妹妹，并没有说要去娶她呀。二皇子更懵了，既然是当成妹妹，外面传成那个样子，他怎么不出来澄清呢？就不怕他的未婚夫会误会？回去后听到手下来报，说是皇上的毒解了，而且还在追查给他下毒的人。二皇子气得把整个书房里的东西都给摔了。不过气归气，他根本就没往乔小四身上想，越想越头痛，越想越害怕，生怕皇上查到他头上来。楚大哥，你这些天在忙什么呢？是不是沙羽部落的人跟你们交上手了？没有，没交手，他们只不过驻扎在那里，没动静。那你这样着急找我，可是出了什么事儿？是不是你受伤了？我没受伤，我就是想请你帮个忙。请我帮忙？帮什么忙？我想让你帮我跑一趟江南。跑江南去干什么？你缺粮食？这不好多地方都遭冰雹了，缺粮食缺得严重，尤其是我们军队，粮食肯定不够。于是我便让人去江南购买粮食，不曾想那些粮商互相勾结，居然把粮食把控住不卖，哪怕是多给1倍的钱，他们也不卖。所以我想让你跑一趟。这些人真是奸商，纯粹是想发国难财。楚大哥，你说你让我怎么做？我想让你跑一趟，去找周越。周越是我的部下，专门负责采买一事。你去了之后，他会帮助你的。你都专门派人去了，
为啥还要让我跑一趟？如果说不动那些粮商，必要的时候就用一些见不得光的手段。啊，你这是想让我去抢，可是要怎么运回来？楚不康说出了自己的打算。楚大哥，你这个办法好，有时候做事情不要那么死板，该君子的时候君子，该小人的时候就小人。既然给了他们多1倍的钱，他们都还不卖，那咱们就让他们1文钱也挣不到。这么说，你同意了？这有啥不同意的？包在我身上。正好我还没去过江南，顺便去逛逛也不错。时间很快，大船在一个叫南川的镇子口停下。在看到一个身形高大、面容冷峻的男人时，乔乔斯很确定，这就是自己要找的人。跟着大哥抄，老是爱飞刀；跟着大哥混，老是爱闷棍；跟着大哥走，叫啥没有。暗一嘴角抽了抽，嘿，别说，还挺押韵的。两人赶着马车朝广平府而去。到了地方后，周月早早的便等候在那里。周月将这里的大致情况给乔小四讲了一遍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们昨天又找他谈过了，依旧没有结果？不但没有结果，这些人嘴巴还硬得很，甚至还出言威胁。威胁？他威胁你们什么了？能威胁什么？他们觉得我们太不识趣，不应该老在这里缠着他们，就怕我们缠来缠去把事情闹大了。要是上面的人知道，他们也会遭殃，所以便想方设法以各种理由各种借口想让我们识趣离开。可是我们也打听过了，这里的粮食最多，没拿到粮食我们怎么可能离开？老是这么僵着也不是个办法，这件事情不但要解决，还要尽快的解决，万一拖久了恐怕对我们不利。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不知王妃可有什么好办法呀？以后别叫我王妃，你们可以叫我小四。要不我们还是叫你乔姑娘吧。随你们吧，反正别叫我王妃就行。我想了一下，咱们还是先礼后兵，毕竟这里是别人的地盘，我们还是要给人家一点面子。还先礼后兵呢？我们都先礼后兵多少回了？再这样礼下去，人都得喝西北风了，还吃什么粮食啊？我想去会会他们，如果能说动，当然是好事；如果说不动，你要怎么办呀？周月，注意你的口气，有你这样跟王妃说话的吗？放心吧，我没那么小气，我也能理解你们这些天的付出。虽然你们是找他们商谈过了，但我只从你们口头上听说而已，具体细节并不十分了解，所以想亲自探探他们的口风。如果不行，我们再使用下一步计划。王妃这是想到办法了？这次就不跟你计较了，下次再交错了，那可是要挨罚的。说完停顿了一下，回答周月刚才的问话。我的办法很直接，咱先好好说，说不通，嘿嘿，抢。这个抢起来有些困难，这一是呢咱们人手太少了，这二来呢容易引起他们的察觉。再说了，即便抢成功了，我们要怎么运出去啊？咱们还是先去见见人，如果不行，到时候你们不用管，抢粮食的事情我安排，不需要你们动手，我会将粮食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到时候你们直接派人去拉就行了。没看出来，他家王妃还是一个爱说大话的。一行人到了百味斋，找到了黄员外他们的包房。几位，这里呢已经被我们家老爷包下了，你们去其他地方吧。我是来找你们家黄老爷的，不知可否帮忙通传一下？又是你们？怎么，你们说不动我家老爷，居然找了姑娘来说？我说呀，你们也是不诚心，既然要找姑娘讨好，你也找身材好的，这又黑又瘦营养不良的姑娘，你这怎么说话呢？这是我家姑娘，说话放尊重一点。怎么回事？是谁来闹事？给老子打出去！还不快快滚！这也是你们能来的地方。我是来找你们家黄老爷谈事情的，能不能？不能，找我们家老爷谈事情，谈什么呀？就你这样的乡下柴火妞，我们家老爷不感兴趣的。你哪里来的回哪里去啊！放肆！我说你们有完没完？我说过了不卖粮食，你们怎么非要揪着不放？又不是其他地方没粮食卖了，何必在这里死扛？
这位想必就是黄老爷吧？久仰久仰。你以为这是在江湖上呢？还久仰久仰？你一个姑娘家说这话不觉得违和吗？这位想必就是黄公子吧？黄公子啊，你这一身的病不少啊。不过我略懂医术，可以为你调理身子，保证药到病除，让你活蹦乱跳，跟个10几岁的小伙子一般精神。你说我有病？那你说说，看我到底有什么病啊？你头发油而稀少，是你大鱼大肉经常熬夜导致，长久下去对身体很不好。还有你嘴唇发乌，证明身体内还有毒素没排出去，而且肺上还有问题，稍微累一点就感觉喘不过气来，而且头还晕眼睛花。你看我有没有说中？你说你懂医术，你能帮我把身体调理好？王公子再问，乔小四再点头。来人，这位姑娘很合本公子的眼缘，打算带回去好好款待，记得可不能吓着我的贵客了，要不然我唯你们是问。哼哼，黄公子，谢谢你给我提供好机会，我要是不照做，岂不辜负了你的好意？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也是你们能惹得起的。我管他是谁，只要本公子看中的就别想反抗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把人给我抓住，带回去！你们简直岂有此理！小左，去衙门告诉知府。告诉我什么呀？我在这儿看着呢。本官觉得黄公子的作为并没有什么不妥，他这人呢，爱交朋友，经常请朋友回家做客，能够瞧得上你家姑娘，是你们的福气，别在这里不识趣了。若是再闹，本官就叫人把你们抓起来，投入大牢。男女授受不亲，我跟你们走就是，没必要动手动脚的。姑娘就是明事理，来人，带姑娘回去好好的伺候着，可不许怠慢了。说罢又看向周月他们几人，你们还不快滚？难道要让我叫人把你们抓起来？让他们跟着吧，要不然他们回去也没法交代。黄公子，你不会连他们这几个人的饭也供不起吧？嗨，说哪里的话呀，既然姑娘都这么说了，那就让他们跟着吧。就这样，乔小四他们被黄家的下人带了回去，周月他们被关在另一间屋子，跟乔小四是一个院子。你说你有办法调理我的身体，可是真？身为医者，怎能口出狂言？自然是真的。那你说要怎么调？乔小四没有回答他的话，在一旁的桌子上拿起了纸笔，开始写起来。黄公子拿起纸张，随意的扫视了一遍，对外吩咐道：来人，好好伺候姑娘，要是有半点怠慢，你们自己掂量掂量吧。说完，看都没看乔小四一眼，便离开了。乔小四嘴角微勾，还真是狂妄了，就是不知道你这狂妄能狂妄到几时。蟒蛇的速度很快，黄公子离开没多久，他就顺着气味溜到了乔小四的房间。主人，大蟒蛇说整个广平府发现大型的苍凉有11处，小型的有20几处，接下来你要怎么办呀？当然是收回己有了，我要让他们连颗谷子壳壳都没有，到时候我看他们怎么猖狂。那什么时候行动啊？不急，现在时间尚早，做贼嘛，那肯定得深更半夜呀。走，先睡一会儿觉再说。子时刚过，乔小四就睁开了眼睛。月黑风高，秋风凉爽，正是睡觉的好时候，而我却要开始干活了。唉，我真是一只可怜的小老鼠，为了自己的粮仓，大半夜的还要忙碌。主人，你如果再继续感叹下去，天都要亮了。你说的对，那么多粮仓，咱可得抓紧时间了。可不是吗？大蟒蛇可说了，有几处还在山上，很耽误时间的。乔小四赶紧进了空间，任由大蟒蛇驮着出了皇家大门。这一夜注定不太平。日一早，乔小四正在做美梦，房门砰的一声就被人大力踹开了。黄公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的吗？再说了，
男女授受不亲，你怎么跑到我的房间里来了？你一直都待在房里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么一大早，我不在房里，我在哪里？你没出去过？我还没起床，能去哪里？黄公子又看向身边的两个丫鬟。公子，这位姑娘说的很对，她的确没有出去过，我们俩一直都在门外守着，没有离开过半步。那你们中途进去看过她没有？看过2回，2回她都在睡觉，我们也没有打扰。这黄公子做事情还真是谨慎啊。把他们给我看紧了，等我回来再说。乔姑娘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那些人有没有对你做什么？不知道，没见过不代表没有。黄公子从这里出去，跟黄老爷碰了面。可看出了什么了？与他们有没有关系？应该不是他们，没发现有什么异样。查，给我仔细的查，要是让我知道是谁干的，我灭了他全家。哎，黄兄啊，你说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呢？粮食那么多粮食没了，全都没了呀！怎么办？当然是报官了。这边都还没有去报案，知府便急匆匆的过来了。大人，在你的管辖内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恐怕得给我们一个交代吧。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，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又不是我派人干的。希望大人好好查查，不是家贼才好。你这是哪里的话？你怀疑是我干的？够了，现在最主要的是查到那些粮食的去向，不是在这里互相的怀疑。对，那么多粮食，这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的无影无踪，肯定是被他们藏在什么地方。趁现在，大人，你应该赶紧吩咐下去，关闭城门，挨家挨户的收。本官还需要你来提醒，早就让人将城门口堵住了。这边都还没理出个头绪，外面又是一阵吵吵嚷嚷。老爷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可是山上的粮仓也出事了。山上的粮仓一夜之间，这粮食全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黄家发生了这么大的大事情，外面也吵闹得厉害。我隐约听到他们在说粮食，会不会是粮食出了什么事啊？能出什么事儿啊？就是出事了，也是他们活该，谁让他们把空粮食不卖的呀？的确是粮食出事了，他们的粮食全被人给端了。不是吧？那么多粮食，这得多少人才能搬得完呀？而且还是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，这没有人能做得到吧？难道这不是人做的，是什么精怪不成？少在那里自己吓自己了。这世上哪里来的那么多精怪呀？你看到过吗？没见过不代表没有。乔姑娘，这事儿是不是与你有关呀？你也太看得起我了，你瞧是我干的吗？乔姑娘，不是我看不起你啊，这想要一夜之间把他们所有的粮仓位置摸清，再全部搬走，你还真做不到啊。所以啊，不是我，跟我也没关系。不是我又是谁？除了我，谁还有这本事？不过他们在这里讨论这事儿合适吗？没看见旁边有好几双眼睛盯着呢。你说是不是王爷见我们久久没有进展，这一气之下派人把粮仓都端了？见周月还要说，他咳嗽了一声，示意他看向旁边。周月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只见几个守在一旁的丫鬟都竖着耳朵往这边听。见到呼啦啦的进来一大群人，乔小四眉头挑了挑。还没问姑娘姓甚名谁，家住哪里？我叫乔东，家里离这里很远，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。由于遭了灾，打算来这里购买一批粮食，回去应应急。你们是军营里的人吧？我说我不是，你信吗？你简直就是一派胡言，你们就是军营里面的人。说，你们一起来了有多少人？你们的上司是谁？这次把所有的粮仓搬空，是不是你们干的？既然你们已经知道我们的身份，那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。我们是龙威将军的手下，特意出来窜卖粮食。本来不打算管你们这一档子事儿的，只想买了粮食就走。可是你们不但不卖粮食，还想趁此机会发国难财，这受灾的百姓遇不过，这事儿我告诉你们，闹大了。少在这里装腔作势，
不是你们干的还是谁？来人呐，给我抓起来，严刑逼供，一定要让他们说出梁氏的下落。他的话一落，立马就跑来10几个家丁，把周越他们团团围住。干什么？你们这是想屈打成招不成？就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天空中突然光芒大作，一条巨大的蛇出现在大家眼前。尔等坏事做尽，不顾其他人性命，私自把控粮食，这是天道不允许的。而今还继续作恶，把这事栽赃到别人身上去，简直就是天理难容。神授玄武，受主人之命，拿走所有粮食，分给那些需要的人，这也是给尔等小人的惩罚。说罢，他脑袋一扭，一束光便朝着黄老爷他们的位置冲了下来。黄老爷他们全都被炸趴在地上。我们也是时候该离开了。说罢，率先朝门外走去。乔小四回到乔家村时，都已经是冬月了。你怎么在家里？没去酱香居？难道有了酱香居，我就不能休息了吗？放心吧，酱香居有长远盯着，没事儿。乔家问乔小四，外面的事儿是不是都办完了，也给他讲讲有什么好玩的。乔小四大意的给他讲了一些外面的事情，讲的最多的就是在周国的所见所闻。不行，明年我也要出去走走，老待在这1亩3分地里，见识太浅薄了。是啊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咱们虽然不读书，也应该出去见见世面。外面的世界太大了，也太长见识了。对了，给我讲讲家里的事情呗。家里还是老样子，倒没有什么大事情发生。虽然遭受了冰雹，但是红薯土豆还是有收获的，倒不至于饿肚子。话说到这里，乔夏有些羞羞答答的，脸上也是一片红晕。你跟蒲表哥的事情有进展啦？上个月他们家亲自上门来提亲了，也把这件事情定下了。他们家里人到我们家来提亲？来的是谁？他娘身体不好，不能走远路，来的是他爹。看来大还挺有诚意的呀。那可说什么时候成亲？这个不急，大哥都还没成家呢。哎，我倒有个主意，要不你跟大哥二哥一起举办婚礼吧，肯定很壮观。壮观你个头啊，哪有这样举行婚礼的？怎么不能？难不成大哥成亲了，你又嫁人，你嫁人了，二哥又成亲，这一起的多麻烦，不如就一起，咱们办得隆重点不就好啦？不，我现在还不想嫁人，以后再说吧。再说了，我要是嫁人了，家里就只剩下你和小五小六了，太冷清了。切，搞得好像你在家里咱们就很热闹似的。不对，家那么多人，还有洋洋他们呢，还不是同样很热闹？你说起洋洋，我就想到一件事。可是洋洋出什么事儿了？放心吧，那丫头没事儿，跟他爹一起去隔壁镇子上收花生去了。要是知道你回来，恐怕都要高兴地跳起来。乔夏知道乔小四很关心乔洋洋，连忙解释。我说的是乔星星。乔小四听到乔洋洋没事儿，也是松了口气。他又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？这丫头还真的是让人意想不到啊。你知道的，以前她啥都听陈大柱的，被人家骗得团团转。为了他，不惜跟家里人断了关系，把江姨气的只要一提起他就抹眼泪儿，是那种被别人卖了都还觉得别人卖得好，帮着讲价的蠢货。现在现在怎么样了？别卖关子，说吧，难不成他还能逆转人生不成？逆不逆转人生我不知道，但是他还真把局面给扭转了。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？他自从跟江姨他们不来往后，连酱香居也不来了。说着便开始讲起了乔星星的事情。乔星星，你个贱人，你对我们做了什么？你们问我做了什么，我也没做啥呀，就是在你们的吃食里下了那么一点点软筋散。软筋散？你哪儿来的软筋散？我自己配的呀。你这个贱人，你居然还会配毒药？对呀，
难道你不知道乔小四是神医的徒弟吗？他这人很擅长制毒，尤其是什么迷药、软筋散之类的，他最喜欢配制了。因为他经常上山，也懒得跟那些野兽打架，所以就用迷药或者软筋散来对付他们。为了不让我们几个女孩子被别人欺负，所以就教了我们怎么配制。乔小四这个贱人，教什么不好，教人配软筋散。星星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有什么好好说，你怎么能对我们下毒呢？我可是你相公啊！呸！你还好意思说？你干的事儿是一个相公能干得出来的吗？居然让别人来染指你的媳妇，让我做暗娼。你说说，这样的相公谁敢要？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。星星，你可别乱来啊！我发誓，以后好好对你，绝对不乱打主意。你以为我还会信你的话呀？说，你们偷了我的银子，放到哪里了？银子都被我们花了，而且花的一文也没了。乔星星起身，一脚就将陈婆子踹倒在地，骂道：老钱婆，我问你了吗？乔星星，你个毒妇，你这个有娘生没娘养的玩意儿，有种你就杀了我呀！啊，来呀，来杀了我呀！老钱婆，咱们不说虚的，手上见真章啊！陈婆子见到他匕首往自己头上削来，下意识地闭紧了双眼。哼，就这点本事啊，还敢在我跟前叫嚣，真是给你脸了。还有你，当初是怎么巴结我的？没想到全是你装出来的。小小年纪就跟着你爹他们骗我，以前还不知道骗过多少人呢。可真是人小心毒啊！今天我就让你尝尝心毒带来的后果。娘，你饶过我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我错了。滚！谁是你娘？我才10几岁，可生不出你这么大一个女儿，而且还是狼心狗肺、心思不正的女儿。爹，你救救我呀！我不能被毁容，我要是毁容了，一辈子就完了呀！住手！邱星星，你这个毒妇，快住手！小青她只是一个孩子，你怎么下得去手啊？孩子？那你骗我的时候，你怎么就没想过我也是个孩子呀？你对我做下的那些猪口不如的恶事时，你怎么没想过我是个孩子？父债子偿，这是天经地义，所以他就要为你的罪恶买单。话一落，干脆利落地削掉了小晴的一只耳朵，一下就晕了过去。乔星星鄙夷道：真不中用，我还以为多能干呢，这就晕了。邱星星，我是真没想到你心这么毒，要是知道，我绝对不会娶你进门的。你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我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，为今天的举动付出惨痛的代价。陈大柱，你这个恶心巴拉的玩意儿，你以为我还会信你的话子吗？你以为你这样就能吓到我了？我告诉你，我乔星星不是被吓大的，既然惹了我，就要付出代价。乔星星这个疯子，你竟敢打我！你知不知道打了我的后果？贱人，给我解药，快给我解药，要不然老子弄死你！你觉得你还有这本事？那你倒是起来呀，让我看看你有多厉害，只敢在那里狂吠的孬种。陈大柱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跟条死狗差不多，真让人厌恶。